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韩若宁是在2年前认识的顾继晨，当时她刚被男友骗光所有钱，人也从小公寓里被房东赶出来，本以为那晚会流落街头，没想到他瞥一眼站在雨里湿漉漉的他，随口地说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跟我走。就这样，韩若宁上了他的车子。因为淋雨的缘故，还有被背叛的愤恨，让韩若宁一病不起，而顾继晨竟放下所有工作，照顾他了3天3夜。这一刻，韩若宁心里有一丝颤动，她发誓一定要抓住顾继晨，因为他是如一道光般照亮他昏暗的未来。顾继晨，你有喜欢人吗？韩若宁坐在餐桌旁，低着头地问。没有。他干净的回答，让韩若宁嘴角闪过一丝喜悦，同时他心里也做了一个决定，取悦他，让他成为自己唯一的男人。那我可以喜欢你吗？在被顾继晨收留半月后，韩若宁推开了他的卧室门，一身薄料长裙，若隐若现，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既视感。韩若宁本就长得好看，精心打扮后更显得妩媚动人，毕竟今晚她是有目的而来的。你要考虑清楚，我可能给不了你想要的未来。他淡淡地说，我只要你。韩若宁凑近着，踮起脚尖吻上性感的薄唇，微微一碰，如同电流走过一般，让他身子微颤一下，本能的想要站稳，却被顾继晨捏住纤腰，将他再一次的拉进怀里。他用指尖轻抚着他的脸颊，收起笑意地问，韩若宁，你认真的吗？他没有吱声，而是拉着他往床边走去。他坚定的态度，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。就这样，韩若宁成了顾继晨的女朋友，他可以给他所有的宠爱。2人在一起才1个月，顾继晨就送他一套别墅，又在他们相遇半年的时候，又送他一张黑卡，外加一辆配着司机的豪车，可以说对他给了所有的安全感。韩若宁并不在意这些，她想要的很简单，从来都是顾继晨的爱，友情饮水饱。她承认自己是一个恋爱脑，从来都是，但也只会是最后一次。她从来没有想到，那个在路边把她捡回家的男人，竟是一个人人忌惮的金贵大佬，给她一切的宠爱，却独独不说爱她，如金丝雀一般养在身边。除了夜里，顾继晨都对她极为温柔，这便让她放下心里的犹豫，专心地待在他的身边，安心做他的情人。某日晚饭时，顾继晨无论多忙，都会抽时间陪她吃晚饭，这个习惯已经坚持半年了。他年纪轻轻就拥有颇天的财富，想要的东西几乎都是唾手可得，唯有韩若宁是他主动想要接近的，万般宠爱，只为了博他一笑。这是我新学的麻辣香锅，你尝一尝。他柔声细语地说。好。他一脸淡笑的点头。为了迎合他的口味，顾继晨从不吃辣椒，到现在的随意驾驭，属实是不容易。不过见他满足的笑，他嘴角的笑也更浓了。继晨，我想出去工作。他低低地说。我来安排。顾继晨伸手帮他擦去嘴角的饭渣，温柔的举动让韩若宁脸颊微红。他们已经在一起半年，但面对他的亲密，还是慌得很，甚至于1秒就脸红。单纯如他，真的很难想象是如何推开那道门，
然后将他拉到床边的，现在回想，依然让他脸颊又红又烫，又脸红了。他话刚说完，韩若宁就被水给呛到了，惊慌失措的样子让顾继晨眸子又深了几分，弯腰将他抱在怀里，在耳边低喃一句：“你是故意的。”“我没有。”韩若宁话说一半，就被他用薄唇封住了嘴，两人一同跌进了大床里，温柔而霸道的吻让他毫无抵抗地沉沦了，而某人的好体力让他有些后悔招惹他了。又爱又怕的感觉让他十分的上头，但又觉得自己顶没出息。继晨一场欢愉过后，他凑近地靠在他肩膀，一双美眸楚楚动人，让他眼神又变得炙热了。明天还有早会，不然这次你来主动。他慌忙地摇摇头。我只是想跟你说，要出去工作的事。韩若宁为了能好好说话，想要往后挪一挪身子，却被他再次拽到怀里，眉头一皱地说：“说就说呗，躲什么？”“哦。”他忙应了声。顾继晨眸子一沉地追问：“哦，是意犹未尽，还是嫌我不够卖力？”韩若宁最受不了他的撩拨，粉嫩的脸颊瞬间就红了一片，还来不及反驳，就被他给压在身下。稀薄的空气让他紧张地倒抽一口气。“继晨，我在跟你聊正事，我做的事也是正事。”他笑着在粉唇啄一口，再一次的火热袭来，让他只能主动攀上他的脖子，享受着他给的每一份爱意。韩若宁又是累到虚脱的一晚，就连身侧的人儿何时起床走了，他都浑然不知，这一觉就睡到了下午。他终于微睁开美眸，望着落地窗外的美好景致，慵懒地伸个懒腰下床，赤脚走进了浴室，泡一个热水澡后，终于好心情地窝在沙发里喝咖啡了。余光一瞥，却发现了一个文件袋，扫一眼上面的内容，就让他心里一喜。顾继晨已经帮他租好一个门面，至于要做什么，让他自己选择。这份宠爱让韩若宁的心又深陷进去了。“谢谢你，继晨。”他给顾继晨发去一个微信，没几分钟就收到回复：“谢我，别嘴上说说，我更喜欢你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对我的感谢。”看到信息，韩若宁又一次脸红耳热了。他跟顾继晨的交往一直都是直白而又火热，想爱就爱，丝毫不用掩饰心里的最初想法。这样的感觉让他们越来越痴迷彼此。然而唯有爱你二字，他从未讲过，就让韩若宁心里有些遗憾。“好，今晚给你做最爱的麻辣火锅。”放下手机，顾继晨把林秘书叫进来，抚着额头的问：“再去给我买胃药。”“顾总，你其实可以跟韩小姐讲，你最不能吃辣，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一定不会不顾你有胃病的。”林秘书犹豫再三才说：“你这是在叫我做事？”他的语气透着冷意。“我这就去买。”林秘书从办公室里出来，还觉得后背发冷。顾继晨这股阴冷的气势，着实令人窒息呀。“在哪？”回到家，别墅里竟然黑漆漆的。顾继晨褪下外套，就给韩若宁打去电话了。“继晨，我还在路上呢，因为着急扭到脚，所以走得很慢。”韩若宁疼得眉头一皱，一张小脸都皱作一团，望一眼天空的密密细雨，他不禁苦涩的一笑，着急给他做好吃的，想不到竟这般没用。“把位置发给我。”他语气透着着急。“好。”他用微信发过去了。
坐附近等我，别傻傻的淋雨。顾继晨嘱咐一番，才急匆匆拿钥匙出门。30分钟的车程，他10分钟就飙到了。看着蹲在超市门口的人儿，头发都湿漉漉的，忍不住地敲一下他额头：“你都不懂得躲雨吗？出门太急，忘记带伞了，而且我是折回来的。”他一瘸一拐地又走回到超市门口，等到蹲下来时，半个脚踝都肿得老高，疼得他脸色都煞白了。顾继晨弯腰将他抱在怀里，边走边数落他：“我让你别折腾，你是不是故意整这么狼狈，好让我心疼你？”不等他反驳，他开车门将人儿丢在副驾驶上，帮他系好安全带，顺势在粉唇惩罚地咬一口，才低哑地说：“韩若宁，你这么傻，幸亏遇到的是我。”见他眼底闪过一丝心疼，韩若宁讨好的在薄唇印上一吻，说的就是呢：“继晨，你会一直对我好的，对吧？”顾继晨猛然凑近着他，用指腹划过他微肿的唇，诱人如熟透的樱桃，让他喉结一紧：“韩若宁，你要是再用灼灼的眼神瞅我，我敢保证在车里就对你正法，你信吗？”“我信。”韩若宁用手将两人隔开，见他秒怂，顾继晨也不再闹他，开车往就近的医院驶去了。她是唯一让他心慌到乱了阵脚的女人，偏爱即是软肋。厨房里，顾继晨难得的下厨，可做的都是一水清淡的菜。“继晨，我想吃麻辣香锅。”韩若宁望一眼桌上的清汤寡水，一个劲地皱眉头：“你脚扭到，要遵医嘱，最近几天只能吃清淡的。”顾继晨将一碗白粥递给他，顺势给他倒一杯温水，将韩若宁手中的冰美式直接没收了。“大晚上喝冰咖啡，你不想睡觉了？”韩若宁也没恼，而是笑盈盈抱住他的窄腰，在带胡渣的下巴蹭一蹭，才低声地说：“顾继晨，你都是这么管员工的吗？他们背地里不会骂你娘唧唧吗？”能被人管着，他心里其实觉得挺幸福的，还有丝期待最好能被他管一辈子。顾继晨轻身贴近他的小脸，绷着脸地说：“我对他们都是懒得多说一句，韩若宁，只能说你最笨，少管你一会儿都不行。”他的所有偏爱都只给了韩若宁。当初在雨里捡回她的时候，不是因为她有多美，而是她那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，让他动了恻隐之心。世上可怜的人何止千万，但顾继晨却独独对他侧目，这或许就是一见钟情。估计没人会信，一个金贵的商业大佬竟会对一个穷丫头动了些许的真心。顾继晨，谢谢你收留了我。韩若宁绕过餐桌来到他身旁，一脸娇羞地坐在他腿上，小手环住他的脖子，凑近往上轻咬一口，不疼微痒的触感让他的眸子一沉，眼底的炙热更深了。你在玩火？我只是脚受伤，其他都还好。韩若宁说到最后，羞涩的声音降到极低了。他一直想要取悦顾继晨，但每一次都被他反倒吃干抹净，心里总有些不服气。这一次，韩若宁想掌控一次局面。吻我，他声音淡淡地说。好。韩若宁在薄唇印上一吻，接着又探向了领口的喉结处，轻柔的试探，让顾继晨身子一紧，一股子躁动在全身弥漫开来。他掐住他的下巴，声音低缓地说：韩若宁，你这是从哪里学的？他的这番主动
已经完全撩动他的每寸肌肤，若不是足够有定力，早就按耐不住在这就要他了。从小说里学的，若想当好一个女朋友，就要懂得取悦自己男朋友。只可惜我太笨，连一丁点精髓都没学会。韩若宁遗憾地叹口气，我倒觉得你很有天赋，不过只对我胡闹就够了。若是敢对旁人使这一招，我就把你锁在床上，再也不准你出门。顾继晨拦腰将她公主抱起，大步走上楼梯。今晚注定又是一个难忘的夜了。韩若宁，不公开关系只谈恋爱，你可觉得委屈？不明确关系，那就只能算是情人了。是个女人都会介意的吧？顾继晨明显觉察出他侧着的身子微颤一下。韩若宁转过身来，就往他怀里又靠近几分。继晨，只要你不理我定不弃，倘若那天你厌倦我了，直接告诉我，好吗？好。顾继晨在他粉唇宠溺地亲一口，他只是答应，后面的话却没有讲。他其实还想说，永远也不会有那一天。顾继晨无法保证最终会娶她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心里是很在乎韩若宁的。至于未来如何，那就交给天意吧。半月后，韩若宁的咖啡店终于开业了。他本以为生意会一般，没想到竟出奇的火爆。才不过试营业几天，就让他忙得不可开交，连回家的时间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晚。能给我一杯酒吗？一个男人走进咖啡店，低声说，不好意思，店里只有咖啡，要想喝酒，可以去隔壁街的一家酒吧。韩若宁笑着跟男人说。秦文硕打量一眼他，竟被她的美貌惊艳到了。他第一次遇到一个女人能把素雅的白裙子穿得如此好看。你有听过一首歌《美酒加咖啡》吗？他笑着解释。听他这么说，韩若宁微点下头，你坐着等一下吧。说完，他就往后厨走去了。几分钟后，一杯红酒就放在他的面前了，鲜红的颜色让他嘴角微扬地笑了。老板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谢谢你没赶我走。我再有半小时就要下班了，所以你只能喝这一杯。他抱歉地挤出一丝笑。可以，我争取速战速决。秦文硕正在抿着红酒，余光却一直盯着他，就是简单的打扫卫生都能美如一幅画，让他渐渐看得发痴了。他心里不禁发誓，一定要追到眼前的女孩。自此以后，秦文硕就成了店里的常客。他每次来店里喝咖啡，都会送韩若宁一些小礼物，不贵却十分精致，最后都成了店里的装饰。可见韩若宁对这些礼物并未太在意，就让秦文硕有些失落了。越被忽视，就让他越想主动。下班后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他终于鼓足勇气约他了。谁料韩若宁皱下眉的回答，家里那位管得严，我必须8点前回家。你结婚了？秦文硕紧张地问。他看起来也就20岁出头，他以为韩若宁刚大学毕业呢，谁能想到他竟然有家室了。那倒没有，不过有男朋友了。韩若宁忙着收拾桌子，竟没有察觉他脸色微变，犹豫良久，秦文硕才又低声说，韩若宁，我可以等你的，无论多久都愿意。他这话是在暗示他有一天会分手。韩若宁眉头一蹙，一脸淡漠地迎上他的眸子，秦医生，我想不会有那一天。他有些生气地
直接收了他喝一半的咖啡，转身时竟被他扯住了胳膊，僵持不下时，韩若宁抬脚踩在他脚背上，吃痛的他终于松开手了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失礼了。见他正在锁门，秦文硕一脸愧疚地跟在他身后，眼神真挚地跟他道歉。秦医生，我已经打样了。韩若宁本能地躲开他，一脸严肃地盯着他。秦文硕见状，只能叹口气地转身先走了。回到家里，韩若宁见某人正在下厨，丢下包包，就从身后抱住他，撒娇般地说：顾总亲自下厨，我今天有口福了。你身上有奇怪的味道。顾继晨竟从他身上嗅到一股男士香水的味，让他俊逸的脸色一沉，挺拔的后背都跟着一僵了。有吗？那我去洗澡。他单手牵住他的纤腰，在他耳边低喃的一句：我给你洗。说完，顾继晨将他抱在怀里，直接大步走向2楼浴室了。若无意外，又会是缠绵的一晚了。一场欢愉后，韩若宁只觉得浑身酸痛。顾继晨一直都体力超好，但每次都顾及他的身体，有种霸道而又宠溺的甜蜜感。但刚刚的举动明显有惩罚的意思，就让他有些要承受不住了。你生气了？他一脸忐忑地问。没有，他嘴硬地摇摇头，但眼底的暗淡已经暴露了一切。韩若宁在他薄唇轻轻一吻，才略带紧张地说：我坦白，今天被一个男人表白，但我言辞拒绝了，只是被他扯胳膊一下，或许是那时留下余味的吧。我知道了。他淡淡地应了声。看似平淡无奇，但心里已经更火大了。有时男人比女人要更小气。韩若宁翻身将他压在身下，用指尖将他嘴角往上勾，一抹敷衍的笑，让他低头微微碰一下。顾继晨第一次的别过头，让他并未得逞。我要怎么做，你才能不生气呢？韩若宁小声地问。顾继晨用手指掐住他的下巴，逼着两人对视，深邃的眼里尽是冷漠。可见这一次他是真闹大了。今晚我去书房睡。就这样，韩若宁被晾了整7天。他在这期间不止一次的想要缓和，却被顾继晨都故意忽视了。这是他们交往以来第一次闹别扭。顾总，今晚我能预约你的晚饭吗？他期待地盯着手机屏，却收到他淡淡的一句回答：我最近在减肥。顾总，是你最爱的麻辣香锅，还有捞汁海鲜和你最爱的海鲜意面。韩若宁不放弃地继续求和。我一直喜欢清淡。顾继晨见他回一个哭的表情，嘴角已经微勾起来，显然他已经绷不住。两人分床睡已经7天，他才是更耐不住的那一个。最近几天夜夜都在失眠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某人儿。今晚他决定给彼此一个台阶，去咖啡厅接他下班，却看到了更令他恼火的一幕，让顾继晨后悔把她养成事业型女人了。下午的咖啡店，韩若宁将一杯咖啡递给秦文硕，却被他脸上的乌青惊到。秦医生，你这是被人欺负了。他心里不禁忐忑，不会是被顾继晨打了吧？你在关心我？见他一脸的惊喜，韩若宁无奈地露出一丝苦笑。秦医生，一般遇到这事都会关心地问一句吧。韩若宁，我听你们店员说都没见过你男朋友，你不会是为了拒绝我而故意扯的谎吧？
秦文硕坚毅的眼神让他紧张地退了一步。他们没有见过，不代表我没有男朋友，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男朋友是很优秀的男人，我们的感情也很稳定。秦医生，你以后来喝咖啡我欢迎，但是再表白的话就不需要了。情急之下，他单手握紧她的小手，两人正在拉扯时，一个帅气但略带阴冷的身影已经站他们身后了。松开你的手！顾继晨冷厉的声音让秦文硕猛地松开手了，而韩若宁见他来了，一脸喜悦地跑向他，旁若无人地抱住他的腰，水汪汪的眼里尽是激动和喜色。在见到的那一刻，韩若宁才发现他是多么期待能与他和好如初。在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爱惨了眼前的男人，而且远超他给自己定的底线。我是韩若宁的男朋友，不想看到你在纠缠他。没有客套，只有满满的敌意。顾继晨冷厉的眼神让秦文硕后背一凉，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差距让他心里彻底死心。难怪韩若宁会拒绝他的爱意，原来他不仅有男朋友，而且优秀的程度让他都自惭形秽了。秦文硕人生头一次的落荒而逃。他才刚回公寓，来不及脱鞋，就收到医院领导的电话，简单聊完就已经决定他的未来工作，5年之内不许回本市，但可以给他副院长的职位。一步登天，算是极大诱惑了。放下手机，秦文硕瘫坐在沙发里，他正在犹豫，门径突然被打开了。妈，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他起身走进母亲。儿子，你们院长给我打电话了，调工作的事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还没。秦文硕说完叹口气。母亲递给他一杯水，才语重心长地说，儿子，不是妈干涉你，一个提升机会和一个陌生女人，有啥好为难的？原来母亲也知道他喜欢韩若宁的事了。不得不感叹顾继晨超强的嫉妒心，半点也容不下别人，但韩若宁跟他在一起，真的会有幸福吗？他见母亲一脸愁容，安抚地说，妈，我决定要离开了，那你要跟我一起去外地吗？不了，我还要照顾你张叔叔。母亲在得到满意答案后，终于笑着离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道，而他也有自己该做的事，他只想在余生跟喜欢的人常伴一起。而他却无法容忍儿子因为一个女人而放弃大好的前程，这或许就是对儿子关爱的执念吧。咖啡厅门口，这一次秦文硕只是站在不远处，淡然地凝望着他，并不想再打扰他得生活。听说你要去外地了？韩若宁笑着站他身边了。今天下午的飞机，想在临走前再看你一眼。说完，秦文硕耳廓微红了。祝你一路顺风。两人相视而笑，一切的痴迷在这一刻似乎都变得并不重要了。韩若宁，如果有那一天，你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韩若宁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长吁一口气，某人还真是雷厉风行，不过也让他心里窃喜，这不正说明他在意着自己吗？时间又过去了1年。咖啡厅打烊的时候，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正朝他走来。我们已经要关门了，想喝咖啡，只能等明天了。韩若宁将桌子收拾好，笑着说。女人微微摇头，我不是来喝咖啡，我是来找你的。那请坐吧。女人听她的话，坐在韩若宁对面了，
两人相对而望，竟有些许的尴尬。我是顾继晨的未婚妻，刚才国外读书回来。你好。韩若宁拘谨地挤出一丝笑，手指缠绕在一起，有几分紧张。我很感谢你这1年半对继晨的照顾，相互认识一下。我叫唐梦兰，是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。唐梦兰恬静地笑，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，只是情敌相见，总有一丝的尴尬和压抑。我不知道他有女朋友。唐梦兰笑着摇摇头，我并不介意，真的，韩小姐，如果可能，我想跟你做朋友，不知你愿意吗？梦兰。顾继晨站在门口，冷声喊道：你来了，正好韩小姐也收拾完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。唐梦兰挽上他的胳膊，还不忘朝韩若宁友善的笑笑，但在他看来却是明晃晃的宣示主权，他是我的未婚夫。他不去。顾继晨一口帮他回绝了，才又看一眼韩若宁，淡淡的一句：不用等我吃饭，我可能要晚一点回去。说完，他扯开唐梦兰的手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咖啡厅。韩若宁傻傻望着车子消失了，才舍得收回视线，不禁苦涩一笑，心也如针扎般的刺痛着。他一直是情人般的存在，现在未婚妻回来了，自己是不是该识趣离开了？深夜，浴室传来一阵水声。韩若宁微睁美眸，朝门口望去，就与顾继晨四目相对了。他扯嘴开口地说：还没睡吗？被你吵醒了。韩若宁赤脚走到他身旁，撒娇地抱住他的窄腰，深吸一口气，干净的味道让他心里瞬间踏实了。唐梦兰是司机送回家的，而我去了另一个商务宴会。他轻声地解释着。继晨，那我是否该走了？韩若宁如果不知道唐梦兰的存在，或许还能强硬地留在他身边，但现在他有些犹豫了。不是不爱，正因为太过挚爱，他才不想让两人的关系让所有人诟病。我不会跟他结婚，怎么，当初说过永远不会离开我，现在就要违背誓言吗？顾继晨随意地扯开领带，几步走到他身边，单手牵住他的纤腰，低头就是一顿热吻，肆意的纠缠许久，韩若宁才被松开，而他已经脸红如霞，整个人都瘫在他怀里了。不过一个吻就让他理智全失，属实是很没出息。韩若宁，除非我厌倦你了，不然休想离开我。顾继晨不等他回答，单手将他抱在怀里，径直往楼上卧室走去。今晚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夜。又过去了半年，某日，一个雨后的下午，韩若宁才刚得知母亲生病，就急匆匆赶去医院。他望着躺病床虚弱的人儿，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滚落。妈，你病得这么重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妈妈很好，你别听医生瞎说。对了，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母亲脸色煞白，受到虚脱，但心里还是惦记着他。他安抚母亲的点点头。自从见过唐梦兰后，韩若宁就将咖啡店转手了。倒不是害怕，只是不想给顾继晨惹麻烦，毕竟情人的咖啡店就在未婚妻公司的楼下，说出来总会让人觉得他们在暗中较劲，与其被人说三道四，他只好安分地待在别墅，过着人人艳羡、养尊处优的生活，而他脸上却总有一丝的郁闷，挥之不去。估计这些的闲言碎语一定传到母亲耳中了吧，
他心里十分忐忑不安。母亲拍一下他手，才温声地说：“宁宁，妈妈希望你能开心的生活。如果有机会，替妈妈去世界每处看一看，好吗？妈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可以带你一起环球旅游。”韩若宁挤出笑地说。这一天，韩若宁失去了母亲，从此又多了一个传言。韩若宁为了当情人，竟把亲妈给气死了，真是无情无义的女儿。韩若宁在家里待了半月，身边一直有顾继晨陪伴，才不至于让她感到孤独无助。然而，因为她追逐爱情，而错过了陪母亲看病，是她这辈子最大遗憾了。你还好吗？顾继晨从身后抱住她，两人依偎在床上，竟惹得她眼泪汪汪了。继晨，我们分手吧。因为就在刚刚，韩若宁偷听到他跟自己母亲的电话，而他的那句“我没说爱他，现在也没有要跟他结婚，以后也不会”。妈，你有必要如此担忧吗？而那个他毫无疑问就是韩若宁了。韩若宁从未奢求过能够嫁给顾继晨，但现在看来，自己连他的一句爱都不配。或许他真该离开了。你再说一遍。顾继晨冷冷地来一句：“我爱你，顾继晨。”韩若宁踮起脚尖的深情吻上他的薄唇，他已经决定要离开，那么这一晚自己只想好好的爱他。某天，韩若宁趁着顾继晨回老宅，她换一身素净的衣服，最后看一眼这个自己住了2年的别墅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他现在只想逃走，越远越好，最好是跟他再无交集的地方。在韩若宁决定离开的3天前，唐梦兰被他约在一个书店，两人相对而坐，竟都苦涩的一笑，有话就说吧。见完了韩若宁，他也该回到国外了。唐小姐，对不起。韩若宁一脸愧疚地说，是因为当了情人，所以跟我道歉吗？没那必要吧。唐梦兰其实并不怪他，毕竟没有韩若宁，顾继晨也不会娶自己，所以根本在他，而非任何一个女人。他不是输给了韩若宁，而是输给爱情。我要离开了，所以韩若宁竟一时语塞了。就算你退出，我也不会感谢你。韩若宁，别自作多情了。唐梦兰愣愣地站起身，无情地离开，却在走到门口时，她猛地站过头。韩若宁，我是输给了顾继晨，而非你。你是输了，可你永远能陪在他身边，这也是我所羡慕的。韩若宁也是心如刀绞。时间回到了3天后，他终于鼓足勇气，决定来一场不知目的地的旅行，去到哪里不重要，离开就好。韩若宁走出飞机场，望着陌生的环境，竟不禁苦涩一笑。在未来的每一天里，他要带着母亲的遗憾，去到各个地方，不管是天涯海角，还是遥远的南极，他都想替母亲看一看。从此以后，韩若宁再不会爱上任何人，包括自己。韩若宁，真的是你。秦文硕没有想到，他来国外出差，竟然偶遇了韩若宁，在看到他瞬间，他眼神都变得激动了。再能见到他，真好。秦医生，他嘴角挤出一丝笑，去找个地方喝一杯吧。随后，两人就来到一家餐厅，环境优雅，就是没几个客人太过冷清。我以为跟顾继晨宣布婚讯的那个人是你，他低声说。韩若宁摇了摇头，我和他已经分手。
秦文硕递给他一杯啤酒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那我岂不是能再追你了？”见他脸色一变，他忙笑着又说：“我开玩笑的。当初你离开市里去了外地医院，他没有为难你吧？”秦文硕迎上他的美眸，不仅没有为难，顾继晨还算是帮了我呢，不然我恐怕当不是副院长，待遇提了不少。现在我也在外地买房买车，过得好不逍遥自在。你呢？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他心里还是抱有一丝幻想的，毕竟韩若宁是他的初恋呢。他的以后与你无关。在他们身后的站着的顾继晨，脸色阴沉，一股阴冷的气势让他们周身空气都变稀薄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韩若宁还来不及闪躲，一双手稳稳放他双肩。顾继晨弯腰贴近他的说：“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不来找你，难道等着你红杏出墙吗？”你的未婚妻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他被他的话直接惊到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秦文硕识趣地起身离开，把独处的空间留给他们。豪车里，顾继晨淡漠地盯着他，而韩若宁一直低垂着头，手心都是冷汗，耸得要命。看着我，他单手挑高他的下巴，逼着两人对视。顾继晨惩罚地咬一口粉唇，才又说：“韩若宁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丢下我给的一切，跑这里来的？别跟我说为了会情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以为你要结婚了。”他话说一半就被他接过去：“我要结婚了，你以为新娘不是你，所以就一走了之？韩若宁，你是狼心狗肺吗？我给你所有的偏爱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”顾继晨将他抵在身下，强大的气场让他脸色煞白。我不是非要你娶我，可是那天你跟阿姨说你从未爱过我，既然我们之间没有爱，那我离开不应该吗？说出心里话，他长吁了一口气，心里只有释然了。顾继晨微顿几秒，才一脸严肃地说：“韩若宁，我不爱你，为何把你捡回家？我不爱你，明明不吃辣，却还要陪你每天吃辣椒。我若不爱你，跟你在一起2年，你以为我很闲，很缺女人吗？我若不爱你，为何要以准女婿的身份帮你处理阿姨的身后事？我若不爱你，凭啥顶着一切压力，也非要宣布跟你的婚讯？傻女人，你难道都没有想过，若是跟我结婚的是唐梦兰，她何苦又回到国外，而你却还始终在我身边？对不起，这些我从未敢想过。”被他这么一通说，韩若宁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。顾继晨宠溺地在他唇上轻啄一口，才在他耳边低语地说：“韩若宁，在我把你捡回家的那一刻开始，你注定欠我一辈子。可我现在是个孤儿，一点也帮不上你，不仅帮不上忙，还可能让他被所有人取笑。我不需要你帮忙，有你就够了。以他现在的财力，何须商业联姻？”顾继晨在他离开后，才终于明白自己的心意。他对韩若宁的爱，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深厚，甚至是非他不可，非他不娶。全剧中，